当春风轻拂鲜花，漫步遍野复苏。权益无足，少年风骨，天下谁共筑？教育我，我定不负。或动辄千古，或落入尘土。人世间反反复复，谁人有感颠覆？破天地之苦，这一生傲骨。历遍千圈，我才醒悟。来一场豪赌，赌我不悔输。不期望世人会将无畏的人都记住。光一把孤独洒向这江湖。今朝过往，只见了一处。和元宝一起闯剑来江湖，邀您观看精彩剧集。本命机缘，风头正劲，华为 nova 15系列带你探索剑来江湖。狼尖嘴里的毒树种子，会不会在泥土里开出花来？风雪庙未尽，可以了。阿良嘱咐，都务必物归原主。楚夫人，你的郎君其实并未辜负你的真心。娘，无论前路如何，我都会一直走下去。弟子崔东山拜见师父。哎呀，陈平安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死给你看。碑文上就写陈平安弟子之墓。你可以试试看。你叫崔东山，我叫陈平安，墓碑只会有一块，谁活下来谁帮忙写对方的名字。哎呀，我晓得先生您老人家不放心，你可以考察我一段时间啊。我修为如今的确不高，但见多识广，学问可是有这么高呢。先生慢点走，先生。我对大隋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，此行有我没我，那必是天壤之别。要不要看看拜师礼再说？责备精怪图，这5件修士游历天下，几乎人手一册。我这一册更珍贵，天然孕育出5、6种精美。还有这面雷布斯音镜，挡得住天下最大剑仙的剑气。笔是藏着一条吃墨鱼的紫管笔，用完之后无需清洗，小鱼儿会自行帮忙吃干抹净。墨是3锭松涛墨，以手指轻敲就会发出风涛阵阵的悦耳响声。只是今世间，一国皇帝敕封山川神灵用上此纸，才显正统。压箱底的是这把半死不活的本命飞剑，它品相极佳，锋利无比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用后继者养炼剑气，求拿来就能用。陈平安，我是诚心诚意的拜师，我可以发誓，如果我对陈平安有半点坏心，就天打5雷轰。不行。陈平安，我如此心诚，你再这样，拜师礼就要减半了啊！玉簪子不见了，看来是老头子收回去了。你们之前难道没有遇上一个穷酸老秀才？他就没有跟你讲清楚大致缘由？好，我你可以不信，杨老前辈的话你总该信了吧？那边的鬼屋碾碎棋子，自有你们这种家伙能看懂的阴语暗义。看完帮我证个清白。杨老先生特别嘱咐，此人今后与你荣辱与共，生死相关，不敢对你心怀不轨。所以于路、谢谢，你们都是卢氏王朝的刑徒移民，曾经也是书院的学生。他们出身贫苦，身世可怜至极，多亏了我出手相救，不然早就死在山里了。哦，那他们可以加入，但是你不行。为何？因为我觉得你不是好人。
法过了。被人当狗遛呢，还看不出来？要不要我帮你？等你当了陈平安的学生再说。你啊，陈师傅、陈大哥、陈大爷、陈老祖宗，你就收了我这个徒弟吧！你就收了我这个徒弟吧！陈平安，小师叔，今天所讲的是大礼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老头子，你到底要我怎样让我学陈平安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奇怪，明明已经入夏了，怎么还是暮春的样子？今年的春天格外漫长啊！先生，过了隐伏关，就算离开大黎国境了。前方的黄庭国属于大隋的藩属国之一，前身便是上古蜀国蛟龙四伏之地。这里边的往事大有文章。哎，先生，我先前没吹牛吧？啊，有我没我是不是天壤之别？那，看在我家先生的面子上，给我包圆了。哎，先生，如果有假货，我会让你一件件吃进肚子里。是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哎，先生，先生慢点。先生，先生。幼稚！求水神老爷保佑，水神老爷保佑！我问你，哎，先生，一枚金晶铜钱能换多少样雪花银？哎呦，能值那么一大座银山呐！雨露，别浪费了你一身气运，遇庙逢祠就拜一拜，这是与山水结缘的善事。这里一直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。无论是人是鬼，只要能够对出服众的下联，就能成为这老城隍的贵客。那咋样才算服众呢？扪心自问。夜深人静，良知清明，扪心自问，脱口而出。黄庭国的百姓都不拜神仙吗？拜，但拜的不是这一尊。求水神老爷保佑！求水神老爷保佑！风调雨顺，事事顺遂。风调雨顺，事事顺遂。求水神老爷保佑！保佑我家事事顺遂！整个黄庭国北部都需要仰仗寒食江滋水，所以这位寒食江水神几乎成了老天爷一般的存在。无论山上势力还是官府庙堂，都得看他眼色吃饭。当然了，水神老爷还有一位仙家长姐，不常干涉世俗王朝的事；还有一位老爷，早已大隐隐于市了。总之，这一家子心眼一个比一个多。你怎么对人家家世也这么了解啊？弟子圣贤书也读，杂书也看。那伙人是灵运派黄庭国10数座门派的执牛耳者，算得上是水神老爷的左膀右臂了，因此可以在这里横着走。先生这次来的可真巧，刚好可以赶上这场热闹的水神祭祀大典。小女资质愚钝，求先生不要带走她。知道了。
别不知好歹！我家大师兄见你闺女资质不错，才破格选上山。这种机缘别人求都求不来，你还敢拒绝？仙人老爷方方慈悲，我家小女不成事，只会碍了各位仙人的眼。我这有些银子，还望仙人笑纳。师兄，这妇人颇有些姿色，我能不能……母女团圆。别跑！无耻！哎呀，这不错，正好凑一对。大师兄！嚯，那人真勇啊！闪开！看！我是本郡郡守卫理，何事喧哗？魏大人，这群宵小公然干涉我派祭祀，还出手伤人，望大人秉公处理。你们的护蝶呢？哎呀，原来是大黎王朝龙泉县来的游学文士啊！是他们个人先告状。没事了。如今大理秣马厉兵，说不定明天皇庭就会国灭成纣，万不可给大黎南下提早送个口实。啊，县长是要去大水府进礼吧？莫染了晦气，此事交由我处理，可好啊？有劳。眼下正值寒食江水神大典，各派仙家汇聚在此，还望诸位小夫子入乡随俗，莫生事端。官府就这样放任不管吗？大黎之外皆如此，要么不敢管，要么当柴为虐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我娘烧菜可好吃了。不必不必。终于吃上山珍海味了，天天喝鱼汤吃腌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小师叔，你别听他的，你烧的饭也很好吃，不比老板娘差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这些是我娘让我送给你的，以后一定还要再来看我们。我们走啦，再见。刺头山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一锭银子不是你先前买那包货的银子？看在我先生的面子上，给我包圆了。哎呀，我分明付过钱了，可银子自己长脚，非要跑回来找我，我也很为难呢。啊，真是好东西啊！我要是有了它，走遍天下都不难了。这叫重银，许多王朝的大型银库都未曾出现过这么多块头的，而且它水火不侵，哪怕被切成碎块，也能很快复原。想不想要？想，有了这个，我以后天天带着陈平安他们吃香的喝辣的。还是算了，吃饭付钱，不能赖账。人家好心好意送你东西，你先收下来再说。至于如何使用，以后再按照规矩来。啊，太好了！
哎，开国元老，你收了我这么大好处，能不能想点法子，让陈平安收我为徒啊？你小屁事！反正现在他是我的了。哎，真是常年好打鹰，给鹰啄了眼。崔东山，你说的那间客栈，真的在这里头？这座秋庐客栈，因为是城隍阁的原址，里头有一口灵泉，所以被一座仙家宗门看重修建而成。入住其中，对修行大有裨益，算得上是顶级奢华的客栈了。如今林守义已经踏上了修行之路，入住其中，一定好处颇多。那很贵吧？一晚也就2000两银子吧。2000两？崔东山，我能不能向你借点银子？利息你来定，将来回到龙泉县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你。陈平安呐，哪怕你背着一座金山银山，还不是给别人做嫁衣？至于如此殷勤吗？不行就算了。哎呀，师傅向弟子要钱，天经地义啊！说什么还利息，还本钱就行了啊！奴家刘佳慧是这间客栈的老板娘。我们秋庐客栈有3大招牌，其一是你们刚刚路过的行云流水巷，其二则是明月影地，里面的精美能够随着月相变化形态，其三自然是灵气充足的老水井。这座青鹿院是秋庐客栈的天字号院落，闲时可以在那座止步亭里吐纳灵气，生长的仙果也可以随意采摘。但是老水井那边不对外开放，希望你们谅解。当真是神仙住的地方啊！爹娘和姐姐就没有这个福气了。哎，我的重银呢？崔东山，陈平安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整整2000两银子，就为了在这里住上一晚？你陈平安是郡守老爷的儿子，还是了不起的皇亲国戚啊？哎呀，好心当成驴肝肺的滋味儿，不好受吧？啊？你说林守义会不会把你的私人腰包当成公有财产啊？对财务早有概念的他，在一番利弊权衡之后，觉得自己亏了，才朝你发火。怎么，缺斗士跟搅屎棍儿？那你可曾想过，万一你的好心反而连累了别人，你也没关系。比如我用重银买下那一堆破烂儿，看似他财货两空，实则那摊主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棍。我若是给了他真金白银，他定会赌到家破人亡。崔东山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知道你一直在跟我下套，但我想不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哎，好处嘛，曾经有一个比你稍大的少年，藏着一枚刻着“天下迎春”的印章。陈平安，收我为徒的话，好处可太……你铁了心不收拾吧？那我这个搅屎棍就搅到底！原来印章中的蕴含之物已经重归天地了，难怪今年的暮春如此漫长。陈平安，虽然你我的命数被捆绑在了一起，但事公算计，还是人心赤纯。我非要争一争这大道。长路漫漫，博弈许许，就看谁笑到最后吧。嘿嘿，啊，好哎！娘，
下雨了。来。那你可曾想过，万一你的好心反而连累了别人，你也没关系。哎，陈明，你干嘛去？林守一没啥坏心思，你别一拳打死他了！你到底去哪儿嘛？凌云派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，仗着他们祖师爷和水神有发迹之恩，就变本加厉，为所欲为。当真以为本官不敢治他们的罪？我的郡守大人，能不能坐下说话？你再这么晃荡下去，奴家就要眼花了。佳慧，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来，我为这些山上势力擦过多少回屁股？可我黄庭终究国小羸弱，经国君敕封的山水正神屈指可数。因此，我即便知道那些山水正神与朝廷貌合神离，也不得不竭力讨好他们。今天街上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实在不行，大不了我搬出师门势力，跟凌云派这条地头蛇掰掰手腕。幼稚！以后呢，遭殃的还是老百姓。衣食无忧，太平度日，对老百姓而言何其难也！旱涝蝗灾，哪一次不是饿殍遍野？我求水神老爷，希望他尽可能将气运多截留下在自己的郡内。而这些年来，他们犯下的那些腥臭恶事，我只能拆东墙补西墙，尽力安抚。那些年来大大小小的灾厄，是天灾还是人祸？如果你这个郡守官身是在大理王朝，不得胡说。若真是被大理蛮夷一统北方，必是我保平州北方斯文正脉的断绝之日。你要真是铁骨铮铮，你怎么不干脆直接剿了大水府，再上书朝廷，另行册封水神？大人，我知道这些年来你受的委屈，但不这么做，水神又如何能帮你坐上那刺史的位置？身在局中，公欲几分，私欲几何，难骗。我没有骗你吧，我的水神大人？那伙人身上散发出的龙气，浓郁至极，堪称绝世美味，连我都忍不住想要吃掉他们。姐姐，你们紫阳府的消息当真可靠？我告诉你，那伙人中一身龙气的家伙，正是覆灭的卢氏王朝太子。姐姐，那怎么你就不想破开金丹境的瓶颈，甚至突破至元婴境？难不成真要活在父亲的阴影中百年千年？你是不是害怕父亲哪天饿了，就拿咱们填补肚子？想想咱们其余7、8个兄弟姐妹是怎么死的，就不怕我帮你收尸的时候东捡一块西拾一块？我劝你远远秀秀得了，别动歪心思。我又不傻，如今这座天下，儒教圣人订立的规矩越来越繁琐，你我这些蛟龙都要把头压着才对。权衡利弊，谋定而后动的道理我懂，不过我手中的那把刀就不一定了。生意上门了，怎么不欢迎啊？要干什么？接下来就轮到那会儿搞爹了。水神老爷说，今晚就要让他们感受一下大水府的家规。嗨，你说，在咱这黄庭国，神法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姐姐，不兴风作浪，枉为蛟龙。更何况在黄庭国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理国法人情，只有一条800里寒湿江途经8郡3州。大哥哥，谢谢你，这些是我娘让我送给你的。大哥哥，以后一定还要再来看我。哎，我猜猜啊，你应该以为我这般高手不会走那街头对弈的卑鄙路子，才输的吧？但是从来没有规定身份应该跟所作所为相等，不是吗？
连云派的坏人要去找你们麻烦，快逃！这个不讲道理的道理，你应该懂的。他也一样。没想到，外面这世道，做了神仙就不当人的畜生太多了。启禀大人，玉三殿一案，属下定会严查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凶手在此，他们的结局已定，最后你我都能交差，两相宜不好吗？林守一，那枚风雪庙的太平无事牌在身上吗？让燕神前辈看护好大家，一步也不要离开客栈。玉簪殿的那对母女，是你们杀的。不过是场小小的问心局罢了，先生，你千万别真的跟我计较啊！你借我一张符箓如何？但是你借符箓干嘛？赴宴呢？哎，实不相瞒，在我眼中，在座诸位都是蝼蚁。